想不到我沈天明居然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神明在上，姓南陆骁，愿以残躯祭天，换我朔方城8万居民一餐饱饭，一瓢饮水。又是这个声音，我果然没听错。神明在上，姓南陆骁，愿以残躯祭天，换我朔方。神迹，真的是神迹！朔方城8万居民叩谢神恩。不客气。神明，您真正的显灵了。汝之困境，我已知了。求神明救我朔方满城百姓！此乃白面豚菜馅鲜蘑，上锅蒸熟便可食用。仙魔，来人，生火开火！神明赐粮了。喂，听晚想通了吗？把公司交给我，那笔3000万的债务我来处理。你还是风光无限的周太太。周阳，你做梦！你以为联合钱胖子掏空沈氏集团就能逼我放弃我爸的心血？沈听晚，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你现在还是沈家大小姐？我劝你乖乖签字，不然那帮要债的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陆骁，末将在，神明有何吩咐？你们那边有没有黄金？黄金乃俗物，若神明需要，末将可为您寻来。只是朔方城被围，城内所剩无几。多少算多少，全都给我搬过来！是，末将这就去清点府库，哪怕掘地3尺，也必让神明满意。我的天，一袋水饺换黄金，赚大了！神明，此那乃末将全部家当，待击退蛮兵，必为您重塑金身，立庙供奉。我不是什么神明陆骁，我只是个和你一样走投无路的可怜人罢了。神明，您说什么？我说，你的供奉我收下了。陆骁，你听好，从现在起，你们的粮我管够。陆骁叩谢神明再造之恩，只要末将还有一口气在，定死守朔方，护神明威名。沈小姐，您现在的处境，咱们圈子里大家都有所耳闻。周少那边也放过话了，我们打开门做生意，和气生财，只收有价值的硬通货。手伸的倒是挺长，硬通货，你看这个够不够硬？这分量，这纯度，没有任何现代工业提炼的痕迹。沈小姐，这是古董啊！哪怕不看纯度，这上面的工艺和沁痕也是真真切切的老物质。如果拿去拍卖，遇到懂行的买家，价格绝对能翻1倍。不容也不拍，我等不了那么久，马上用现金结算。这东西的成色你心里有数，你低价吃尽，转手就是暴利。我给你这个白捡漏的机会，你开个一口价。120万，这是我目前能直接动用的最大现金流权限，10分钟内打入您的账户。成交，转账吧。老板，100吨大米，100吨面粉，现在就要，给我送到指定地点。啥？100吨？小姑娘，您那可别逗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别啰嗦，
我给你加3倍运费。陆萧，准备接收神粮，你要什么都通通管够。米是大米，神明又赐粮了，我们有救了！将军万岁！神明，您究竟是何方神圣？此等恩情，陆萧粉身碎骨，无以为报。打住，别动不动就死啊活的，我要你的命没用。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才能打赢这场仗？想赢，蛮兵30万，我军不足3万，缺衣少甲，兵器顿拙。缺什么就列个单子，本小姐全给你送到。别的就算了，铁和兵器属于管制物品，我一个普通人怎么弄得到？沈总啊，您可真有本事！听说您昨天一天搞到了100多万现金，不过嘛，这点钱塞牙缝都不够啊！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哼，还在嘴硬！我看你拿什么见不到钱，你就等着被强制清算吧！周阳，钱胖子，想逼死我，没那么容易。陆萧，你们那儿的冶铁技术是不是很落后？回神明，朔方城有铁匠100人，但燃料不足，铁矿不多，所出之铁多有杂质。我给你样东西，只要照做，削铁如泥的钢都能炼出来。此乃天工开物图与炼铁神术。看不懂图，就看那块会发光的神石，里面有我给你录的演示。神石竟然会动，里面还有小人在打铁。上苍有灵，赐我神石，祝我大魏一扫六合，还天下太平。好好学，学不会我可不给饭吃了。另外，除了黄金，你那儿有没有什么名人字画、古董瓷器？越有年份的越好。府库中确有一些前朝文人骚刻的笔墨，还有些瓶瓶罐罐。若神明不弃，末将这就让人送来。在古代落满灰尘的破烂，在现代全是闪闪发光的金子。喂，金经理，我手里有前燕朝的官窑小碗和云山居士的山水真迹，私下交易，越快越好。什么？您是把谁家祖坟刨了吗？沈小姐，每一个都是千万级别的国宝啊！您稳住，我立刻给您安排顶尖买家。禀神明，第一炉钢成了！我们用您赐下的神铁打造了一柄横刀，一刀劈断了蛮兵的挽刀，吹毛断发，远胜从前100倍。很好，刀甲剑头全部连夜换装。另外，你们差的细盐和消炎的伤药，我稍后就给你们送来。神明大恩，蛮兵见我军有了神粮，攻城愈发疯狂，我军伤亡惨重，纵有神兵利器，恐也难挡30万大军没日没夜的车轮战。你们那儿的蛮族内部有没有为了争夺继承权草场打得你死我活的？神明连这都知道。老蛮王病重，几个王子的确为了争储势成水火。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纷争，这在商场和战场都是通用的铁规。只要子是人，就逃不开贪婪和恐惧。这几个王子手里各自的筹码如何？大皇子手握王庭重兵，自认正统，行事极为跋扈，和其他王子早势成水火。只是老蛮王余威尚在，勉强压着局面。暗斗。陆晓，你们手里现在有没有缴获过什么信物或者独有的兵器？回神明，
前几日夜袭确实斩杀过几名大王子的亲信赤气，缴获了他们的狼头金牌和特制的毒萤剑，只是不知这些死物能有何用？死物？那也太浪费了。陆萧，附耳过来，我教你一招放赛地，名为反间计。你的意思是，让他们蛮人自己打蛮人？兵法诡道也。各位，今天可是最后期限了。诉讼书和破产清算协议、法务都已经准备好了。沈总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看来是准备当缩头乌龟，等法院强制执行了。哼！不劳钱副总费心了，你的诉讼书可以拿去碎纸机里当废纸了。3500万，不可能，这绝对是假的。沈氏的账户早就空了，你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多现金？你从哪儿偷来的？这不是你需要操心的事了。合法收入，依法纳税。各位听好，公司的所有逾期债务就在刚才已经全部还清。至于你，从今天起，你被解雇了，带着你的诉讼书滚出我的公司。沈总，听完侄女，求您看在往日的情分上饶我这一次吧。往日的情分？你在公司做假账中饱私囊的时候，在联合州试图掏空我爸毕生心血的时候，在今天带头拿着诉讼书逼我签破产清修算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提情分？我是一时糊涂。你不是一时糊涂，你是觉得我沈听婉是个软柿子，可以任你们拿捏。沈听婉，你以为还了这笔钱就能稳坐泰山吗？你周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接下来就轮到周阳了，属于我的东西，我会一点一点全部拧回来。李伯伯，晚辈自然是来投其所好的。听说您最近一直在托人寻找云山居士的春山行旅图。哦，你有门路？这图的真迹可是绝迹很久了。这笔锋的转折，这印泥的色泽，是真迹，绝对是真迹！天啊，有生之年居然还能见到这幅神作！小沈，这幅画价值连城，有市无价。你把它拿到我这儿来，绝不是只为了让我长长眼吧？说吧，什么条件？我不要钱，我只要周家为他们做过的事付出代价。周家那个小子最近确实做得过了。行，这幅画我收下了。你的事，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有李伯伯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神明，您传授的反间计当真神妙。蛮族王帐现在已经乱成了一锅追，几个首领为了争夺草场和兵权，天天吵架。昨日甚至在大帐里直接动了手。火候差不多了，是时候给他们加把柴了。陆萧，蛮族地处苦寒，除了粮食，他们现在最缺什么？盐和茶。蛮人常年食肉，无茶解腻，无盐度日，早已苦不堪言。很好，我给你一批上好的普洱茶砖和雪白的细盐，外加这几瓶烈酒，我管它叫神仙醉。派你手下最机灵的斥候，悄悄联络那个和蛮王有世仇的部落首领。把这些东西送给他，告诉他，只要他敢起兵反叛，这种不坚物资要多少有多少。好烈的酒香，竟比公盐还要洁白细腻，这简直是仙酿啊！有神明庇佑，天不亡我。这可是上等精盐和仙酿，白白送给蛮人，这是资敌啊！真是死脑筋。陆萧，这在现代叫风头，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等他们自相残杀，元气大伤，你再带兵戳实残局，一定能大获全胜。好，我立马派人去办。沈听婉，是不是你这贱人搞的鬼？税务局今天早上把我所有的资产账户全都查封了。李老爷子为什么会突然对我出手？好啊，你走投无路，居然去帮那个老男人！周阳，你的脑子也就能想到这些肮脏的交易了。你做局坑我父亲心血的时候，
就该可以跟他会有今天。沈听婉，就算我一无所有了，我也要拉你一起下地狱。沈听婉，就算我一无所有了，我也要拉你一起下地狱。可惜了，你接下来只能隔着铁窗，眼睁睁看着我上云端。沈小姐，您托我找的店铺有着落了，原房主资金链断裂，急着用钱，位置绝佳，就在市中心古玩街最核心的位置。沈小姐，您看什么时候方便？干得漂亮！通知所有人手，立刻进场布置。我的古董店该开张了。哟，这不是沈大小姐吗？公司都快倒闭了，还有闲钱开古董店？这里面的东西不会都是从论斤批发的高仿吧？哎呦，那不是李老吗？李老，您怎么亲自来了？小沈啊，新店开业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伯伯说一声？伯伯今天专门来给你捧个场。李老亲自光临，小店蓬荜生辉。不错，都是开门见山的老物件，你这丫头眼光毒得很呐。你们看这刀工，再看这沁色，了不得，果然是难得一见的珍品，了不得。李老，真是好东西！你看这个值多少？陆啸，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和你合作真是对了。这批新的消炎药和烈酒你收好，另外我还给你弄了几套现代的防爆服，穿在盔甲里面保命用。沈明，你为我和将士们做的已经够多了，若没有你，朔邦城早成了人间炼狱。这也是多亏了你给我的古董呀，这叫双赢。也别老是神明神明的，我叫沈听婉。沈听婉，你这个贱人！你开着古董店风光无限，却把我的公司搞破产了，我什么都没了。周阳，商场上的事各凭本事，你自己贪心不足，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和我没关系。我天天被催债的堵门，生不如死。既然我活不下去了，你也别想好过。今天我们俩就死在一起，做对鬼夫妻。神明，发生了何事？听完。听完，接住！想跟我一起死，周阳，你也配！谁在里面？全部放下武器！犯人在这里！神明，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陆潇，我没事，多亏了你的匕首，谢谢你。没事就好。个十百千万，10万、100万、1000万、亿！陆啸啊，陆啸，你可真是我的摇钱树！神明，蛮王死了，这不是好事吗？群龙无首，你们朔方城安全了。恰恰相反，老蛮王一死，
他膝下几个如狼似虎的王子，为了争夺王位，彻底打成了一锅粥，活像一群疯狗。现在朔方城成了他们混战的中心，四面八方都是杀红了眼的敌人。我军今日死守城门，伤亡惨重，我需要兵，更多的兵。朔方城不是早就弹尽粮绝，青兆年都几乎死绝了吗？你去哪儿弄兵？城内没了，但城外有。蛮族内乱，烧杀抢掠，导致大量流民和失去草坪的小部落无家可归。我想招募他们。招募蛮人？陆骁，你疯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你这是把饿狼往羊圈里引，一旦他们划分，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但眼下这是唯一的办法，而且我也不是什么人都招，我只招那些被蛮族王室迫害、与他们范氏一传们有血成为庶臣们复仇的机会。我相信他们会成为我手中最锋利的刀。陆骁，你想一口吞下这些流民，知道要耗费多大的代价吗？几十万张嘴，光是每天的口粮就是个天文数字，更别提发军饷、打兵器。你这是在拿命豪赌。末将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但若不赌，朔方城8万军民迟早被那些为了争权的疯狗蚕食殆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好，我懂了，你要钱，我给你砸。陆骁，拿着这些东西，我要你让全天下的流民都知道，朔方城是他们在这乱世唯一的活路。粮食，真的是粮食，不是做梦，是精米啊！肉味，神仙赐肉了！这么多的物资，末将定不辜负神明的厚望。神明保佑，陆家军此战。陆骁，你那边怎么样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真明，靠着您的物资，我军已扩充至10万。现在是时候让他们三王子最为凶悍。今夜，我想拿他开刀。很好，是时候让他们见见血了。不过别硬碰硬，你们现在的优势不在于兵力，而在于装备和脑子。还记得我教给你的那些套路吗？末将记得。兵者，诡道也。我们要做的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才是王道。面子值几个钱？末将受教。不过你自己千万当心，别忘了，你现在可是我砸了重金的核心资产，我不允许你出任何闪失。神明放心，末将一定活着回来。水，快拿水来！这邪火用水扑不灭。不要乱，全都给我稳住！不要还火，拿起武器迎敌！迎敌谁敢后退半步，杀无赦！朔方铁骑，随我上，片甲不留！怎么可能？陆骁，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些妖兵神甲？死人不需要知道这么多。各位曾经在沈氏集团捞的油水，在海外买几栋别墅都绰绰有余了吧？你们以为把账本烧了就死无对证了？
很遗憾，我恢复了你们所有的云端数据，正在这里。你胡说，这不可能！是不是误会？你留着去跟调查组解释吧。沈总，我错了，求你给我一次机会，那笔钱我还，我全都还。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还在等周阳翻盘，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从今天起，谁再敢背着我动1分钱的歪心思，他就是你们的下场。散会。丫头，你最近在圈子里的风头可是盛极了啊！大刀阔斧的清理周家那个烂摊子不说，前几天那场春拍，你随手就能拿出前燕华生的绝版真迹当压轴，可是把整个4、9成的藏家都炸翻了。李伯伯说笑了，晚辈不过是落魄时运气好，偶然认识了一位影视高人，捡漏得了几件真东西罢了。归根垫底，还是仰仗李伯伯您在圈子里替我长眼定海。以后好也要高的水深得很，不留神赠夺手心珍宝，怀璧其罪的道理你懂，被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老狐当成肥羊给宰了。多谢李伯伯提点，晚辈心里有数。李伯伯，抱歉，公司有个紧急会议，我失陪接个电话。京城来人了，是皇帝派来的监军，说我擅自招募蛮兵，有谋逆之心。功高震主，鸟尽弓仓，这套卸磨杀驴的戏码，终究还是来了。皇帝小儿欺人太甚！我带着将士们浴血奋战时，他断我粮草；如今我九死一生，绝地反盘，他倒想派条狗来夺我军权。别慌，告诉我，这个监军是什么来头？一个叫王德的死太监，皇后跟前的红人，一来就带着圣旨颐指气使，勒令我交出虎符，接管兵权。兵权绝对不能交，交了你就是案板上的肉，连带着朔北城百姓都要遭殃。可是那是圣旨，公然抗旨，就是谋反。谁让你明着抗旨了？对待这种小人，我可有的是办法。神明的意思是，你不是缴获了很多蛮族的战利品吗？金银珠宝、美女伴马，挑最好的给他送过去。还有，我不是送了你一些好酒吗？把他喂饱了，喂撑了。神明是让末将去贿赂那个阉人。陆骁，手段脏一点没关系，只要目的干净就行。太监最怕老怕死，你就告诉他，这酒是天上来的仙酿，能延年益寿。你要记住，小不忍则乱大谋。好酒，好酒，好一个神仙醉！咱家在宫里伺候了大半辈子，也没尝过这么烈的仙家宝物。只要公公在陛下面前美言几句，朔方城的好东西都供公公享用。陆侯爷真乃国之栋梁啊！这兵权嘛，侯爷管着挺好，咱家只负责监军，不懂打仗的事儿，就不瞎掺和了。神明，您真是料事如神。这只是第一步，他现在收了你的好处，暂时不会动你，但皇帝那边才是关键。你必须打一场大胜仗，一场足以震慑朝廷，让他们不敢动你的大胜仗。蛮族剩下的几个王子已经联合起来，号称30万大军，正向朔方城而来，这或许就是最好的机会。神明，蛮族剩下的几个王子已经联合，号称30万大军，正浩浩荡荡向朔方城逼近。30万？你手里现在有多少人？可用之兵12万，兵力悬殊，硬拼绝对不行。朔方城附近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形，比如峡谷、沼泽？城东100连外被一片巨大的盐碱地，寸草不生，泥泞不堪，人畜一旦陷进去就很难再出来。就是他了。你派小股精锐部队去不断骚扰蛮族联军，且战且退，把他们30万大军全部往鬼哭泽的方向引。同时，你再派人去找那个王公公，就说你发现了一条可以绕到蛮军后方的小路，准备亲自带兵去奇袭，让他留在城里为你监军。那燕战生性多疑，他会信吗？哼，他收了你的重礼，巴不得你出去打生打死，他在城里安稳享福。陆且，你把指挥准备了一份大礼。
派轻骑兵把他提前撒在鬼窟泽的必经之路上。30万人，这将是怎样一幅人间炼狱？神明，我赢了。蛮族30万主力全在这里了。可是看着这片火海，听着这些惨叫，神明，我感觉自己不配为人，我感觉自己像个活生生的魔鬼。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啊。陆萧，你听好，战争本就是魔鬼的游戏。从他们踏入国土，围困朔方城，想要将8万无辜百姓屠蜡供养的那一起，这场游戏的规则就由不得你来定了。可若不是我把那黑水洒满沼泽，若不是我下令放火，他们何至于死得像畜生一样毫无尊严？神明，我的双手沾满了洗不尽的血，这难道还不是魔鬼吗？你不是魔鬼，陆萧，你是战士。是一个为了守护更多人的战士，你的手上确实，你看沾不巧神的身后，朔方城8万日夜祈祷的百姓，是整个北境千万免受战火屠戮的无辜妇孺。你如果不做这个恶人，今天死在乱兵筑城尸山的，就是你的袍叶，你的子民。对不起，陆萧，是我把这些可怕的现代武器给你的，这一切的因果，我沈听霄陪你一起背。你信我，等这一切结束，等你平定天下，让海晏河清重临人间，你就再也不用做这些脏手的事了。海极河清，真的会迎来那一天吗？这乱世真的能在我手里终结吗？听完，一定会的，陆萧，我相信你，你就是那个终结乱世的人。听完，蛮族30万大军今夜实不存疑。你给我的那些地狱之火威力太大，恐怕瞒不过朝在北境的眼线。瞒不过，那就索性不瞒。陆萧，30万联军一夜之间灰飞天灭，京城里的那个皇帝现在恐怕不是高兴，而是要吓破胆了。不错。原本朔方城被围，在朝廷眼里不过是一颗随时可以丢弃的死棋，可如今死棋不仅活了，手里还握着能焚山逐海的神仙手段，皇帝只会觉得如芒在背。陆萧，那个叫王德的监军太监，现在人在哪里？还在城中。这几日他沉迷于你送来的神仙醉，日日在大帐里喝得烂醉如泥。他以为今夜我带兵出城，只是为了偷袭蛮兵的小股赤号，绝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那就好办。等天一亮，你带着蛮族几个王子回城，记住，一定不要直接上报朝廷，先送去王公公的营帐。这是为何？大破蛮兵30万，此等不世之功，难道不该直接写付给朝廷的捷报里？捷报是写给死人看的，利益才是留给活人的。陆萧，你把这份天大的功劳原封不动地送给王公公，就说是他在城中运筹帷幄，神明托梦赐下御敌之策，才保全了北境。把功劳送给那个阉人。我懂了，他一旦接了这份功劳，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就必须在皇帝面前拼死保住我。聪明，小人最怕死，死死板一在一起，只要把他和你的力钉在京城最稳固的一根钉子。听完，你真的只是个商人吗？有时候我觉得你比朝堂上那些沉浮了几十年的老狐狸还要让人害怕。在我的世界里，商场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手段脏一点没关系，只要目的干净就行。陆萧，你负责在前方打胜仗，我负责在后方给你递刀子。天塌下来，本小姐用钱给你砸开一条路。好，末将领命。好啊，陆侯爷真有你的，打破蛮兵30万，这可是不世之功啊！只要公公在陛下面前美言几句，朔方城的好东西都供公公享用。侯爷放心，只要有咱家在陛下面前一句话，这北境的兵权谁也夺不走。全赖公公在城中运筹帷幄，得神明庇佑。战报也按公公的意思拟好，功劳全在公公与朝廷。听完，虽然用功劳可以暂时压住皇帝的疑心，可看着城外这些的流民，我心里如刀割一般。蛮兵是退了，可这地里寸草不生，
到了入冬，他们还是个死。城外那块荒地，政府要重新规划了。陆骁，你现在就带人去清理城外的荒地，给我半小时，你等等我。等你？今晚你又要去何处寻粮？这可是几10万张嘴啊！陆骁，神粮和神土到了，赶紧接着。听完，这是什么种子？我从未见过，长得如此古怪，真的能吃吗？没见过吧？这叫高产圣物。陆骁，你尽管教大家开荒，按照我给你的书籍把它们种下去。这些种子可比你们那会儿成活率高多了。只要种下去，等到秋收，本小姐保你北境再无饥荒，人人都能吃饱穿暖。再无饥荒。陆骁，替北境100万百姓叩谢神明赐下神粮。听完，你为北京做了这么多，若没有你，这100万生灵早已化作这大漠里的枯骨。陆骁，不知该如何谢你。陆大将军，跟我这儿说什么谢谢呢？从我往花瓶里扔第1袋水饺开始，咱俩早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你的命是我的，这北境的安宁自然也有我的一份。你觉得我藏实多些神物，你消波100万不够，而我能给你的，不过是些没用的死物。陆骁，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你给我的那些死物可是帮我狠狠打了前未婚夫的脸，直接重建了我的商业集团。本小姐现在可是……这些东西是皇帝为了安抚我特意带来的赏赐。金银玉帛，在这腐寒的北境既不能当饭吃，也挡不住蛮兵的弯刀。放在我这儿落灰，就全给你了。陆骁，你真是我的福星！不，你是全天下最帅的财神爷！福星，我13岁从军，双手沾满鲜血。这天底下的朝臣，外面的蛮兵，人人背地里都叫我陆骁是杀星将士，克父克母的孤星。他们懂什么？陆骁，你听着，在别人眼里你是杀星，但在我沈听婉这里，你就是救了我，也照亮了我整个人生的独一无二的福星。独一无二的福星。大家开荒！1个亿，这尊青铜器是我的啦！圣明，陆大将军在干嘛呢？告诉你个好消息，你之前给我的那批古董，在昨天的拍卖会上直接破了记录。本小姐现在身家又翻了1倍，你那边的过冬棉服和火器，我直接给你包圆了。听晚。棉服已收到，北境如今已开始大面积开荒，有了你送来的神粮，百姓都在感念神恩。只是京城那边的探子回报，朝廷调兵的动向有些古怪，我今夜需率精骑出巡。缺什么物资随时跟我说，路上当心，回来记得跟我报平安。陆大将军，这都3天了，你那巡逻还没结束呢。我今天在展会上看到一件防弹衣，防御力极高，我等会儿给你扔过去。你那边现在战况怎么样了？听到请回话。陆骁，听得到吗？你是不是受伤了？陆骁，你还在吗？10天了，陆骁，
你已经整整10天没有跟我说一个字了。也是啊，有了现代的钢刀，有了吃不完的神粮，你已经彻底在古代站稳了脚跟。你现在已经是名震天下的陆大将军了，也许你早就已经不需要我这个所谓的神明了。别傻了，沈听婉，跨越1000年的时空，他是道光血影的大将军，你是金钱至上的现代商人，他们终究是2个世界的人，就当是做了一场真实的荒诞大梦吧。丫头，出大事了！你看这个。安全部门盯上你了，他们怀疑国内存在一个极度庞大、手段通天的盗墓走私团伙，而你就是他们洗钱销赃的渠道。怎么会惊动他们？李伯伯，我该怎么办？已经不是商战了，这是要掉脑袋的死局，让你被委告立刻收手，并且他们上门门前给这些果的来源想出一个完肯的和逻辑合理的解释。难道我要告诉他们，我有一个连同古代的花瓶，他们会把我当成疯子关进医院的？没用的，沈听婉，别白费劲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看似天衣无缝的商业手段都薄得像纸一样，一戳就破。海外回购检测一出，年份和工艺根本对不上，这就是个死局。对了，陆潇，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这些东西的源头在他那里。虽然我们已经半个月没有联系，但如果是他，如果是在那个拥有一切合理解释权的古代，他也许真的会有办法。5、3、8。陆潇，救我！你在不在？你快回一句话呀！我这边出天大的事儿了，完了，真的全完了，连你也不在了。听完，别哭，我在。陆潇，你怎么了？你的声音怎么会这么虚弱？你知不知道你整整半个月无影没联系我了？为什么不理我？抱歉，听完，让你受委屈了。不是不愿理你，是战况太紧。我如今正在平定6国。平定6国？你在统一天下？可你的声音到底……大夏气数已尽，我在朔方城中人望渐高，皇帝老儿嫉妒我功高震主，秘密调遣了朝廷最精锐的4路大军，意图在北境将我陆家军8万百姓和10万抛没。我只能反了。这些不过是些提枪的流寇，受些小伤，不碍事的。倒是你，听完，你一向稳重，今日为何这般慌张？过不了的世界究竟出什么大事了？今后被抓取的郑君老，我再也见不到你了。陆潇，我该怎么办？只有你能帮我了。是我思虑不周，自以为用些古代的凡俗死物便能换你在现实无忧一世荣华，却忘了怀璧其罪的道理。竟然接受这场要掉脑袋的大祸。听完，对不起，听完，别怕，不过是合理的来历。既然你的世界要一个证据，我会等我的消息。丫头，警报彻底解除了，调查组撤了。报告的最终结论是，你卖出的古董并非盗墓走私，而是早年从这座城遗址中合法流失的传家宝。国家不仅不查你了，还要给你发保护文物的，这太荒谬了！那片沙漠以前勘探过无数次，明明什么都没有，这一切巧得像是神仙下凡，在地下为你量身定制了一个完美无缺的剧本。不可思议，简直不可思议！那个地方几天前刚刮了一场特大沙暴，风一停，地底下的古城地基，还有那些带有生活痕迹的废墟，就这么露出来了，就好像这古树、这残泉本来就老老实实在这里埋了1000年一样。李伯伯，我先回去了。陆潇，这就是你的妙计。为了给我洗清嫌疑，你竟然分出兵力，在西北沙漠里凭空伪造了一座庞大的古城遗址。你把你们生活的痕迹一砖一瓦的刻进了1000年前的黄沙里。陆潇，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听完，你我之间何须言谢？你用神粮救了朔方城的8万子民，我便在这大漠地底为你埋下一座1000年的庇护所。在你的世界，谁也别想动你一根头发。摄政王千岁千岁千岁，
听完，我曾经承诺，待扫平六合，我便在皇城之巅为你立庙，塑最高大的精神，让你受着天下万世的香火。天下终于如你我所愿，重回海晏河清。可就算赢了天下，我却永远触碰不到那个在深渊里拉过一把的人。听完，可今日我身登垂头高望去，满朝文武皆在跪拜，身边却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天下已定，陆萧，这会儿你该换上那身摄政王的蟒袍了吧？当初那个被困在孤城里的小金将军，如今也是名震四方的硬英雄了。我本该高兴的，可这空荡荡的屋子怎么突然这么安静呢？以前你总是隔三差五跟我要白面要兵器，烦得要死。现在没人每天在耳边喊神明救我，我竟然有点不习惯了。还有，他曾经许诺的那座神庙究竟长什么样？还会有我的位置吗？不过修了神庙又怎么样？我才不要去古代吃冷冰冰的香火。陆萧，你最好有点良心，可别把本小姐给忘了。这是什么？刚说要给我塑金身，该不是他送来给我看的图纸吧？要是给我的神像雕得像个丑八怪，看我怎么收拾你！这是……以江山为聘，以社稷为礼，孤之后位，虚悬以待。听完，愿卿嫁我。好你个陆萧，原来你从一开始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听完，庙宇太冷，金身太孤。我不要你做那高高在上没有温度的神，我要你做我陆萧名正言顺的妻。待我安排好这天下的琐事，便去寻你。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空相隔，等我。好大的口气啊，陆萧！时空相隔，那是物理学的极限，是跨越千年的历史鸿沟，是说跨越就能跨越的吗？在我的世界里，就算是去别的国家还要办签证呢。你倒好，一开口就要跨越1000年，古书上可没写过有哪位摄政王能突然从棺材里爬出。可是，只要是你说的，我就信。毕竟我们连那么难熬的日子都熬过来了，不是吗？陆萧，我愿意，我相信你，就像你在这乱世中一直无条件的相信我一样。我沈听婉就在这里等你来找我。听好了，摄政王殿下，你若是敢食言，哪怕隔着1000年的黄土，我也要把这顶凤冠狠狠砸在你的棺材板上。所以，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一步一步的走到我面前。我已将江山托付给宗室幼弟。待朝政稳定，我也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听完，等我。这战甲太重，这大殿也太空，唯有你在的地方，才是我真正的归途。整整1个月了，这1个月里，花瓶再也没有传出过任何声音。陆萧，你说的来寻我，不会只是在耍我吧？真傻，1000年的鸿沟，怎么可能说跨过就跨过？其实，只要你平安就好。陆萧，是你吗？听完，我来了。陆萧，真的是你吗？你真的从1000年前找过来了？抱歉，我来迟了。迟？你确实迟到了很久。
听完，我的神明，我终于真真切切地抱到你了，再也不是冰冷的瓷器，也不是虚无的声音。别叫我什么神明了，陆潇，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没有需要你拿命去拼的30万蛮兵，没有高高在上逼你交出兵权的皇帝，我也不是什么只能隔着花瓶说话的神仙。在这里，我养你，摄政王殿下，以后的路，我们踏踏实实的一起走下去。好，无论这一世是何结局，孤陆啸，生死相随。你们这店怎么回事？李老都说你们这儿最识货，我看啊，简直是放屁！先生，您心里的鉴定师看过了，您这物记的沁色和包相，确实是现代化需要水做就的。闭嘴！老子这可是大夏摄政王用过的贴身兵符，你们凭姐说是假的？去把你们老板叫出来，不然老子现在就砸了你们的招牌！好大的胆子，敢在这里闹事！大夏朝摄政王的兵符。废话，这可是我祖传的。哼！你们店就是这么对待顾客的？我要去网上曝光你们！大夏朝的兵符分左右两半，右半留于皇城，左半授予外将，且材质皆为玄铁浇铸，表面暗纹为穷奇而非猛虎。你胡说八道！我这上面可是有大夏朝的古文字，专家都看过了。古文字，大夏朝建国初期，军中通用大篆，且刻字讲究刀刀见骨的凌厉。你这上面歪歪拧拧的隶书，是想告诉天下人，大夏的军将连字都认不全吗？你这块不仅材质是用现代模具压出来的生铁，连这猛虎的雕工都透着一股子没见过血的软弱。拿这种破铜烂铁来审视的店里撒野，你是觉得自己的命太长了？对不起，我瞎了眼了，是我不识好歹，我这就滚！我的天，陆先生也太霸气了吧！看一眼就知道真假，这气场，刚才那骗子估计差点以为自己要被当场砍头了。陆先生，你这鉴宝的技术可比李老还要毒辣啊！那当然，毕竟那是我当年亲自下令铸造的东西。沈老板，我这保镖兼首席鉴定师，用着可还顺手？非常顺手，不仅顺手，还很赏心悦目。既然到了我的地盘，这辈子就好好留在我身边打工还债吧，摄政王殿下。听完，这就是你所生活的世界，没有战乱，没有饥荒，高楼直插云霄，百姓安居乐业。我在古赵术数圣贤留下的大同之事，原来真的存在。这便是真正的海晏和庆。陆潇，你做得很好，你改变了那个时代，你们大夏的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不是吗？孤改变了那个时代，同时也被困在了高处不胜寒的牢笼里。听完，我改变了天下的命运，而你拯救了我。曾经你是高高在上，在孤濒死时赐我生机的神明，如今你是我陆潇跨越千年，要用这一生去结发相守的妻子。既然来到了我的世界，成了凡人，就得按我的规矩办。陆先生，在现代社会，结发为夫妻可不是口头说说那么简单，我们是要签下财产共享协议的。我那如今重回巅峰的沈氏商业帝国以后，有一半是你的，但相应的，你这个人，你跨越时空带过来所有物，100%是我的，你同不同意？求之不得，夫人无论提出任何要求，末将全数领命，万死不辞。动不动就万死不苏，谁要你死了？我要你陆潇平平安安，长命百岁，陪我活到老。